大事不妙！前段时间，美光联合其他几个闪存厂商开始准备减产，以提高目前长江辛辛苦苦建下来的价格。现在固态价格已经普遍上涨20%甚至30%。按道理来说，国产长江的颗粒产能是足够 DIY 市场使用的。但是华为 Mate 60等其他手机用上了长江颗粒之后，产能就开始严重不足了。从 Mate 60现在还用抢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马上又要过年，弟弟又想装机，本来预算只有2000。之前给他写的配置单还能挑个1T 的固态，现在配件都有点涨，只能给他选个512带缓存的，用来当系统盘，再为 CS2。我给他选的是幻影的 HV2050 512G， 因为我设备上有4块都是幻影件的固态，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，目前也没有出现故障。先简单开个箱啊，包装盒还是幻影一贯的风格，反面镂空视窗，一个说明书，一个固态本体，一个 M2 螺丝，固态正面就是带有幻影 logo 的神秘器散热贴纸。官方宣称5年质保，512兆的缓存。看宣传图是南亚的颗粒，这个比较少见啊，可能是为了成本考虑。等测试结束之后，我们拆开看看到底是用哪些配件。那我们先上个机吧。先介绍一下测试平台，英特尔的 12700K CPU， 微型的 Z690刀锋钛，放在距离 CPU 最近的插槽，一般不会造成对接瓶颈。格式化之后，可用容量是 477G，CR 中显示为 PCIe 3.0/4，估计版本是 EW503。我们先进行3次 ASSD 实际跑分测试，顺序读写为2900兆每秒和2000兆每秒 ，CR 3次空盘顺序读写为3300兆每秒和2050，TX 3次空盘测试顺序读写为3500兆每秒和2200兆每秒，和官方的宣称基本一致。我们来上点强度，来个全文读写。从测试图中可以看到啊，写入 80G 之前是2000兆，80G 到 360G 为600兆，360G 到写完是200兆。读取基本以 60G 到 80G 为一个区间，最高读取2400兆每秒，最低600兆每秒。这时候有缓存的利弊就显示出来了，优势是4K 性能和小文件读写会快很多，缺点就是温度。我从全盘测试的时候，最高温度76度，这里我强烈建议大家搞一个散热模组，像我视频里购买的这2款就足够压制它到60几度，甚至中低负载只有40几度，所以不是盘不行，而是散热跟不上。毕竟它只是个 PCIe 3.0 带缓存的硬盘。我们来看看日常办公中文件读写会怎么样。一次性写入 40G 的文件，最开始是可以跑满 3.25G 每秒，之后就稳定在 1.95G 每秒，直到写完。之后我们再写入 180G 的文件，最开始还是能稳定在 1.95G 每秒，后来就降到500兆每秒，最低150兆每秒，之后就在150到650之间徘徊。所以你一次性写入 50G 以内的文件，它都可以跑满全速。我们来看看半盘写入之后的读写性能。CR 和 TX 的半盘测试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读取基本没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写入从2000掉到1900多。半盘的全盘测速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，曲线趋势基本一致，不过数值变低。我们来看看游戏测试，在 CS2 游戏测试过程当中，测试很稳定，温度也比较低。我觉得 512G 的固态在装好系统之后，安装好常用软件，也就剩下几个游戏位。还好弟弟只玩 CS2。我们来看看硬件具体是怎么样的。我们撕开散热贴纸，2颗长焦 256G 的颗粒，主控是马牌的 88SS1100， 很经典的 PCIe 3.0/4的主控，2颗南亚的缓存，看编号是 DDR3 1866频率，时序是131313，看日期是22年10月的批次，硬件没有问题，颗粒4周还打了固定胶，这个好评。总结160的价格，带缓存，长江的颗粒，512G 的容量，只要装好散热马甲，性能释放就很棒了。顺序读写为3500兆每秒和2200兆每秒，5年质保。在这个固态全面涨价的今天，我觉得还是很能打的。如果你的预算只有2000甚至1000，还想在 1080P 分辨率下畅玩所有的游戏，这款固态是你很好的选择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看在我这么真诚的份上，给个3连不过分吧？这里是黑科技区UP主小同学，下期再见。